JDM 在我这个频道拍的多了，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美国肌肉型轿车。车完。100。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我升隔壁又是 Eric， 你好。第二次出现在我这个频道啊，之前出现的时候是宝马325i 了，190哦，那辆车卖掉了是吗？卖掉了。然后你换了什么车呢 W205。你是喜欢还是后悔？后悔，不好驾。今天 Eric 带了野马 2.3， 是野马还是野驴呢？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很多人就自称 2.3 就是野驴， 5.0 才是真正的野马。但是 5.0 说真的 ，Road Tax 在马来西亚超贵的，有多少个人真的能负担得起呢？我喜欢的外观，我也不需要这样大的动力，也不需要 V8， 我只需要享受它的外观就好。2.3 EcoBoost 也是不错选择的。这辆车是全原装到完吗？原装了，原装。完全还没有改东西啦。但是下一步好像要跟你订了那个 adjustable 是吗？对对对 ，K-Sport 的二手台湾的。要找什么任何的二手的 adjustable、Allins 啊，全部品牌都可以找 Eric， 反正都是美美的，就是可能人家用了几个月罢了就卖出来。如果不美也没关系嘛，只要你有半价的价格买回来拿去 service 也是很值得一下的。这个是一个 Progressive 的小改款，以前的啦。小改款以后就是所谓的2018年之后呢，它就换上了电子仪表，重新换了一个新的变速箱，从6速呢换成了10速的，原色呢是黑色啊，车主去 wrap 了一层 matte grey。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啊，速度与激情的关系啊，肌肉型车就是从小的一个梦想。除了头文字 D 的 JDM 之外，据我所知啦，怎么分呢？是 5.0 还是 2.3 呢？通常是看这个后面的 logo 而已啦。5.0 是一个 GT 的，可是也是可以改。前面的 fender 那边有写这个5.0 的，这些通通都可以改的话，到最后呢，我是听声浪了。5.0 V8 那个声浪是躲不掉的，长度为4788mm， 宽度为1915mm， 高度为1379mm。那么这辆车的重量哦，大概1600公斤了，因为这辆车2.3嘛，如果是5.0的话，大概1800公斤左右啦。新车的价格在马来西亚大概是461千左右哦，5.0则是卖到565千左右。现在看回 Marketplace 里面的价钱呢，这辆车大概是100多千就可以买得到了，尤其是5.0更加的便宜。这个是这辆车的钥匙，有一个野马的标志，它握感是蛮塑料一下的哈，可是它是比那些其他的 Ford 来的更有质感一点点啦。打开车尾箱呢，按2下。OK， 它的车尾箱就可以开启了。没有看到这里有任何的电池阀什么的，没有。那个尾盖很轻松的就可以打开，有2只油压顶杆，类似像 GTR 这样子暴露出来的。放了一个大大的 subwoofer， 后面还有一个备胎。我相信原装是没有这个尾翼的哈，这是车主加上去的。这个灯也是蛮漂亮，是 LED 的，很标志性哦，3条线。下面还有一个雾灯，双出的排气管。从这个角度看下去，真的很帅哦。引擎盖凸上来，车矮矮的，宽宽的，非常好看。悬挂设置呢，前面是一个独立的麦花臣，还有 NG roll bar， 后面呢是一个多连杆。原厂的高度呢，大概是2根手指左右。前面的轮胎是 Continental 的 MC7 255 40R 19寸自活塞刹车卡钳哦。后面的轮胎也是255 40R 19，可是换的这个轮胎就杂不啷一点 ，Aldezo。后面还有一个大大的单活塞刹车卡钳。这辆车有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然后这边有一个 touchpad， 你按了之后它就锁门了。可是这个 side mirror 是不会自动收叠，手放在这边，它就会自动解锁啊。双门车，它无边框的哈，非常拉风，年轻人的最爱哈。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座椅啊，类似像 semi bucket seat 的啊，这里还有 magnet 哦，可以放你这个安全带，这样子很方便，拉一拉也是可以开了。如果要是往后面，这里可以拉一拉，我试试看坐后面坐到没有啊。
哎呀，可以哦。我的头上就是玻璃哦，我觉得大热天的话就很晒很热哦，坐长途就那个头要歪一边了。可是我一定是被太阳晒到的啦。腿部空间基本上是没有了的。座椅呢，它基本上有做一个凹槽，可以让我放我的脚。哦，这边还可以放手。后面也没有冷气出风口，也没有中央扶手，只可以坐2个人，椅子微微的凸起的。可是至少可以坐到里面啊。如果加 GT86那些，根本我坐不下。这里还有个挂钩，可以挂衣服啊之类的。这边还有一个小手把，一拉我就可以往外面走。可是它的椅子不会退到前面去的哦。左边门呢还可以解锁跟锁门，可以摸到地方都是皮革啦。然后这个就是硬质塑胶，开启手扶箱，这里按还可以锁。打开引擎盖呢，竟然是在左边这边拉杆一拉。这具是一具2.3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我们称为叫 EcoBoost，310匹马力，432个牛顿米的扭力。2018年中期改款之后呢，它提升了3匹马力，还有15个牛顿米的扭力，因为它升级了一具10速的变速箱。蛮重一下的这个引擎盖，2张座椅都有电动调节啦，这些按钮中规中矩啦，没有讲说很高级这样子，一般上 Ford 都可以见得到的这些按钮。这辆车保留着头灯调节，这是 Auto。宽，这个是头灯调节的高度，前雾灯、后雾灯，还有仪表的亮度。坐进来这边要找的就是 Start Button， 它躲到来这里了。我们来按一下，踩刹车。Yes， 这个仪表呢，据说是可以换颜色的哈。哦，这是温度哦。哦，哇哦，这是心度嘛。后来2018年的小改款之后就换成了 Sync 3才有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嘛。可是这个整个界面其实蛮 OK 的嘞，流畅度也是其实还 OK。然后这个是转它的，这是换它的 frequency。然后这个就是 Hazard Light。哎呦，哎呦，这个仪式感可以嘞。哇，我喜欢呢。这个是防滑系统关闭，调整方向盘的灵敏度 Normal。Sport 还有 Comfort， 然后这个就是驾驶模式啦 ，Normal、Sport Plus、Race Track 还有 Snow Wet， 全部都是要往上推的，都不能往下按的，至少它不刮手哦。S 还可以用换挡拨片哦，传统手刹，还有2个背夹哦，在旁边这里按哦，不能调整了，这些都是硬质塑胶，还有这个皮革。塑料，这个还有一个标牌 Mustang since 1964年。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 ，Engine Info， 哇，可以看油温 ，Intake Temperature， 连变速箱的温度也可以看哦 ，Air Fuel Ratio 这些哦。如果开灯就是紫色，所以可以换成 My Color、Huge Color。哦，所以要打开头灯它才可以换颜色啦。哦，有 Ice Blue、White、Green。Purple, blue, orange 不错哎 ，red， 哦呀 ，not bad 一下，抬2脚听一下，没有太奇怪，差一点点 ，signal， 我在右手边的哦，还有就是雨刷，就是调节它的灵敏度啊，没有风琴式踏板啊，尾箱打开躲在这边呢，哦，这是 parking sensor 吗？哦。啊，还有一个小储物格，这个不知道放什么，这么长。哦，这里还有2粒sensor，室内灯。呀，这样我们去试驾吧 ，Let's go！ 哇，那个驾驶那个模式啊，多了几个嘞，以前是 Normal 还有 Sport 了吧，我记得。有 Drift 有什么的，好像是很多了。哎呦，太多了，meter 我看到眼花。嘿嘿嘿，是啊，真的很眼花，它真的很多资讯可以看的，可以看boost 0到100什么都有。哇，连那个 cylinder head temperature 都有哦。有什么都有，什么information都有，很advanced一下这辆车给到，其实是很值得啦，买2手很值得。现在100多千 OK 嘞，我觉得。买7、8千哦，现在应该是。这么上下，我看。120都有了，我看到。120旧款的啊。对，旧款像这个6度牙的话，我不知道。哎，我首先坐在第一点，我觉得这辆车真的很安静一下的哦，不错一下的，只是那个 speaker 哔哔叭叭哔哔叭。哦 ，speaker， 不好去人家弄那个加那个woofer啊，浪费钱了，知道哈？原装的这个不美的，原装的 sound system 啊，里面是姐还插过来 W20。我觉得它的那个 boost 来得很顺诶，整个油门踩上去。1.3还没有 boost。1.3 吧 ，Max Boost 1.3，我有踩过，有看过，有的看那里面。
哇，方向盘现在 normal mode 有一点轻，我换去 sport 一下。啊 ，sport 我是比较喜欢加啦，normal mode。它的 setting 有的换的啊，有的 normal 是 sport， 还有那些是那个 race 哦。哇，可是我的感觉很重了啊 normal 的。normal 刚刚我觉得很轻诶。OK， 然后我们换 comfort normal 在 parking 的时候很好用啊。Sport 我觉得我们男人驾会比较喜欢，我的感觉很重了。对，刹车很敏感一下嘞，我点一点点它的反应 OK， 我就马上来。哇，它的 air fuel ratio 还可以这样子看呢，哇，还可以点进去耶，所有的都可以点进去，连这个 air intake 的 temperature， 哇 ，interesting man，oil temp， 虽然是没有人看多少度哦，这个表，可是 oil temperature normal。transmission 温度，这里都有的看。对他们来讲，这个变速箱的温度这么重要吗？是吗？我也是觉得重要啦。auto 也是需要看的。很长哦，车头。其实车头长，我觉得还好啦，没有很压力的感觉，而且开起来我没有觉得很难开，大链太宽那种也不会耶 ，OK 嘞，对我来讲，我觉得当时我最怕是第一次上手坦克300的时候，那个我真的怕，可是加多了习惯了 OK 了，坦克300其实也没有很可怕罢了，只是一上手那一刹那感觉到那个车又宽又长的感觉，车头又长，我们试一下 Better Shift。这个6AT 感觉到好像有一点，感觉上好像有一点点少许的慢哦。因为当它是一个舒服车的话，它不会是给你到这种感觉。可是如果你一个运动型的轿车来讲，我觉得是挺舒服的啦，它不会弹跳的太多。OK， 我反而觉得有路感很多。我们把这个驾驶模式调到 Sport Plus。哇 ，Sport Plus 它的油门反应好，然后变速箱拉高转一点，我再把它切换到 S 的话呢，它油门反应好很多诶，要不然我觉得怎么感觉到油门好像比较迟缓一点点呢 ？OK 啦，我觉得如果你需要买一个它的样子、它的款而已啊，这个年份的不错诶。如果你喜欢电子仪表的，你喜欢换挡更加激情、更加快的 10 speed 的，你肯定要花多一点钱去买了咯 ，facelift 的啦，那个价钱也没有很便宜啊。反正这个我觉得 6AT 的够用吗？够用。换挡平顺吗？平顺。可是对于一般喜欢激烈驾驶的人来讲，可能会输一点点那个变速箱。Race track， 哇 ，Race track 更加的敏感了那个。Race track man 会把这个防滑系统呢跟它关掉一半。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呢，已经接近30岁了，真的是没有多余时间去跟人家乱吹水啦，去跟人家吵架啦，睡觉时间都在这边想怎么把钱赚得更多。30岁了，真的是不能再玩了啦。可能到了这个年龄的我，还会自我怀疑一下，怎么不早一点开始投资？这几个月的我呢，换了一种理财的方式，所以我交给了 SEMI-EA 一个自动帮我做外汇交易的机器人。外汇大家都听过了，什么是 SEMI-EA 呢？它就是一个机器人来自动的做交易啦，但是有专业团队正在盯盘。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都是他们在操控，而且它都是在马来西亚时钟早上到傍晚的时候进行，才能避开可能让行情大暴走的新闻时段。所以 SEMI-EA 呢，其实很简单，最低门槛500块美金，什么都不用做。你看我大概是2个礼拜的这个成绩，大概赚了一个100多块美金，不多，每天平均大概是10到30块钱左右。当然，这个要抱着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啊，不求一夜暴富，只求不让我熬夜盯盘啊！请点击我 description 下面的这个连接，进入我的 Telegram 群，我们会在群里更新交易状态，还有机器人的表现，先进群了解看看啦。该讲的话还是要讲的啦，投资有风险，请根据自身状况来决定是否参与。来，1、2、3，踩完。
来。滴水不错一下哦，不错。其实我觉得它的0到100不输给5.0啦，觉得啦。扭力不错一下，我觉得。扭力是有的哦。哦，这辆车的重量机械是有1600公斤 feel 得到，然后感觉到它的尾巴好像很开心这样哦，你一放油它就想抛的感觉。而车身的动态，可是哦，我不觉得 Mustang 会是一个很好操控的车辆。如果它操控这么好的话，很多人会买回来，然后跑去跑山啊，然后跑去升棒啊，做时间啊。可是这辆车并没有哦，开帅不开快啊，偶尔就是玩一下直线，因为肌肉车本来就是一个直线加速的玩具嘛，我这样子讲。不过如果你开长途的话，它是一个很好开的车，它会是很舒服开。因为它的车身轴距长跟宽，在这个 Sport 档跟这个 Sport Plus 的情况下啊，我感觉到它的换挡更加的极致，不然的话会感觉比较懒散的哈。其实，在 Normal Mode 的情况下。6万，60万就600千了，这样子。6万左右。6万哦，manual 的就 good 了。对啊，很少啊这辆。我叫什么模的？BL5还是BJ5？不懂哎，我对这辆 Forester 没有太讲究。新款的 Forester 更加不用讲究了，家庭车去啊。以前还有性能车这样啊。OK， 我们切换到低档，然后我们回去 Normal Mode， 整个变安静去了啊。哦，它喇叭，你们听到的这些杂音都是从喇叭出来，喇叭好像有 wiring short 的感觉。感觉到不要这样低转还更好。这辆车要高转好这样哦。所以感觉到它的引擎调教哦，它有点类似像 NA 这样的，要高转的时候才有力哦，低转的时候你看，好像一个普普通通没有turbo的车，turbo没有开的那种感觉。哦，手牙啦，这辆车就当年没有带手排版本进来了。外国的话，2.3 EcoBoost 其实也是可以买到手动挡的。哦，那个共鸣。它的Normal Mode 一直要升档，一直要升档。好嘞，我们就把这个野马啊，野马是野驴，你们自己取决啦，我不多说了，给个人看法不一样。觉得有些人觉得2.3在马来西亚其实很好用啊，不用需要5.0，因为我们没有像美国这样大道路啊，highway 长啊这样子，大条啊。2.3其实蛮适合我们日常生活用的，只是说耗不耗油，这个就要问 Eric 了哈，耗油吗？还好啊，一桶油走400多公里，这是不要怕耗油，大马也不贵啊，大概100多这样不了吗？100多一点点，80多100多。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要干什么呢？就是要把这辆野马冲上云霄了。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啦 ，Goodbye。